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新闻摘要。现在是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娱乐4个方面的重要新闻，请大家继续收看。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政治新闻。习近平主席最近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力。习近平与莫桑比克总统扎波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就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会谈气氛友好而积极。与此同时，习近平还亲切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特使沙伦塞，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老挝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在中韩关系方面，中韩经贸联委会第29次会议在北京顺利举行，两国代表就贸易、投资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双边经济合作继续稳步向前推进。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和韩国外交部在同一天分别发表了声明，表明两国关系正在不断走向深入，未来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可以说，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经济新闻。今天经济方面有几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值得关注。第一条消息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的总规模将迈上100万亿元这一重要台阶，届时将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同时还将培育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服务品牌。第二条消息是关于工业经济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第一季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全国31个省份全部实现了正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工业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33.2% 和 24.3%， 工业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切实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作用。第三条消息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强，在岸价格创下了年内新高，同时也是自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充分体现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此外，为了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打通置换链条，全国多地已经陆续开启了新一轮的商品房以旧换新政策，相信这将对房地产市场的回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社会新闻。今天，一则社会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武汉一名黑社会组织的头目黄大发，在一审中被依法判处死刑。据悉，此案涉及多达121项罪名，案情复杂，影响恶劣，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消息一出，众多网民纷纷表达支持，认为这是法律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是正义的胜利。然而，也有不少网民表示，仅仅判处黄大发死刑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彻查此案背后是否存在腐败官员，从根本上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除此之外，另一则社会新闻同样令人担忧。中国大陆多地接连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体制内知情人士表示，
这些案件每天发生数百起，已经严重震动了政法系统。相关部门正在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娱乐圈新闻。在娱乐方面，著名演员杨蓉的一段亲身经历，近日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4月12日，杨蓉在工作过程中不慎将脸部烫伤，受伤之后，她起初并没有太在意，甚至误用了新鲜芦荟的原液涂抹患处。然而，仅仅5分钟后，脸上便出现了强烈的灼热感和剧烈的疼痛，她这才意识到情况比较严重。不过，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杨蓉在面对这件事时，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乐观心态。4月18日，她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带着疤痕的素颜照片，并配上了带疤的脸很酷这几个字。她还特别提到，虽然医生要求她忌口，但她决定该吃吃，该喝喝，绝不让伤情影响自己的生活节奏。面对朋友们的焦急和担心，她自己反而显得格外淡定从容。近日，杨蓉再次晒出了面部恢复的最新近照，照片中可以看到疤痕已经明显淡化，皮肤状态也基本恢复正常，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她这种直面挫折、积极乐观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网友，大家纷纷为她点赞，称赞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正能量榜样。以上就是今天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